好的，法国对英格兰的季军赛很有意思，特别是图赫尔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说的很有意思。待会儿咱们细聊。首先说结论，看好法国获胜，最可能的比分3-1或者3-0。一方面，这由于法国队板凳深度远超英格兰，而法国队的整体战术架构在德上执教的最后一场比赛依然会维持一定的距离性，在限制英格兰队的同时依靠反击可以锁定胜局。而且姆巴佩现在以8个球和梅西并列射手榜的首位，他也急需进球来独占金靴。而英格兰队在过去的淘汰赛连续4场都有丢球，一共丢了6个球。他们的防线体力透支，伤病困扰，而法国队防线的核心萨里巴同样因为背部的伤势将缺席比赛。两队大概率都会派出年轻和替补球员。而过去世界杯历史上的近20场季军赛，有16场至少打入了3球以上。没有了争冠压力的两个队伍通常会选择对攻，而从赔率和博彩市场、专业资金和大众资金流向来看，比赛的开放程度会非常高，进球数、大球市场尤其值得关注。散户玩家、大众资金通常会倾向于豪门球队和球星效应。英格兰队由于在英超的知名度，通常会吸引大量盲目追捧的粉丝单。由于英格兰队在让球盘下能提供较高的回报率，散户资金会大量的涌入英格兰方向。而专业资金往往会规避胜负的风险，所以倾向于法国队不败的方向。另外，专业资金已经敏锐地察觉到战意松懈，这可能导致两个队防守强度下降，所以大量涌入了大球市场。所以老 K 的组合推荐，第一种选法国不败，再加上全场进球数超过 2.5 球；第二种选姆巴佩进球，再加上两个队都有进球；第三种选法国独赢，再加上姆巴佩进球。朋友们，世界杯虽然即将结束，但转会市场已经越来越热啊！而且下赛季的英超5大联赛和欧冠将更加的精彩。所以感谢您的订阅，感谢您的点赞、支持、分享、评论。好，咱们继续。赛前最有意思的是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他非常坦率地说，我和法国球员中没有任何人想踢季军赛，我们的追求是决赛。所以什么关于走到半决赛已经是一种成就这种话，现在没人想听，包括我自己。但尽管英格兰比法国少1天的恢复时间，我们仍然会以职业的态度去应对比赛。而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说，虽然没人想踢这种安慰性质的小决赛，但还有季军可以争夺，我们会全力把它拿下。而面对法国队内低落的士气和厌战的情绪，德尚并没有允许球员请假外出。为了给像坎特、卢卡斯这些没有上场的老将一个体面的告别，他将在本场比赛进行大幅度轮换。另一方面，英格兰主教练图赫尔说，我对阿根廷的战术没有问题，英格兰足球的 DNA 导致我们出局。他说，在亚特兰大比赛的问题并不是阵型的错误，而是英格兰足球 DNA 中的弱点，这让球员在受到压力时很难控住球。在那一刻，我的感觉是世界上没有任何阵型能帮到我们，因为我们其实太被动了，身体对抗也不够，我们没有阻止对手球员冲入禁区，他们的传中质量也很高。我还没有看数据，但我认为就在丢球以后，比赛的势头完全转变了，控球率大幅下降，我们再也找不到任何对抗，所以我们越退越深。这从来不是计划，但它发生了。我们无法阻止对方后排插上的球员，也就是中场球员，从我们的空当中穿过，而且他们的传球质量是最高水平的。你需要重新拿回球权，否则你无法打破压力，也无法夺回势头。我认为控球起着关键的作用，像拿球并且用球控制比赛这种东西，也许不像西班牙足球的 DNA， 或者阿根廷或者巴西足球的 DNA 那样存在于我们英格兰的 DNA 里。改成5后卫并不是为了更被动，而其实是为了更主动、更快速地扑向边路的球员，不让4后卫之间出现空当。我们鼓励所有人在这个体系内向前，更加主动，但我们的表现就是很挣扎。现在英足总并没有考虑图赫尔的帅位问题，他将继续带队参加2028年欧洲杯。图赫尔自己也表示，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并没有减弱，他相信在自己执教期间仍然可以赢得一项大赛冠军。但这句话在英格兰国内受到广泛的批评，有的专家批评他没有换上梅努，说梅努比大多数人都更能处理球，还有批评他没有换上萨卡，包括没有带上福登、帕尔默、亚当沃顿、吉布斯怀特还有阿诺德这些。另外也有专家说，讽刺的是图赫尔用了英格兰的 DNA 这个说法，这正是多年前英格兰首席足球官丹·阿斯沃什使用过的说法。如果你看英足总的 DNA 计划，也就是他们在2014年提出关于英格兰各级球队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成年队如何踢球的方案，
他们早在12年前就已经处理过英格兰 DNA 这个问题。这里发生的事情只有2种可能，要么 DNA 计划完全失败了，而我并不相信他失败了，要么图赫尔错了，这2件事不可能同时成立。但是老 K 这里提醒啊，这都只是英国专家的说法，而关于图赫尔，包括图赫尔的前任索斯盖特，其实提出来的是同一种极为保守的足球，所以他们只甩锅给图赫尔，这肯定不行。但图赫尔想甩锅肯定也不行，毕竟图赫尔过去在拜仁慕尼黑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极度保守。只是有一点，既然多年前英格兰的首席足球官丹·阿什沃斯说过英格兰的 DNA， 那么这就肯定是存在的。况且图赫尔之前，过去最成功的英格兰主教练索斯盖特踢的也是极度保守。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图赫尔带领英格兰队进入4强并非失败的成绩。那么老 K 个人倾向于英格兰足球、英格兰队的球员和主教练图赫尔都有问题，包括欧冠决赛阿森纳打出的极度保守的足球，从比赛的第1分钟就已经断绝了自己夺取欧冠奖杯的可能性。而作为几十年的老英格兰球迷，老 K 太熟悉了，过去的30多年英格兰队确实就是这样，领先后控不住球就只能一味退守，最后又守不住，而在落后的时候同样也因为没有控球能力，很难将战火持续的烧到进攻3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整整28年英格兰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面对过许多世界排名前10的球队，但7次交手全部失利出局，没有能赢下1场。而另外图赫尔也好不到哪儿去，他过去在拜仁慕尼黑的极度保守也是同一回事。所以要想真正有点什么变化，可能只有瓜迪奥拉执教英格兰才有可能产生奇迹，但我们也都知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现在英格兰国内各种媒体、各种专家对图赫尔的围攻，这一幕过去30年老 K 已经看过太多。对这一点，斯科尔斯说的某一部分话是对的。他说英格兰球员在中场区域完全掌控不了比赛节奏，你看他派上场的这批球员压根不具备把控比赛局势的能力。但斯科尔斯后面的话又说，你懂我的意思吧？没错，我们英格兰队内真正能够稳住局面、掌控比赛的球员全都没有获得出场机会。像科比梅努就很擅长做这种事儿，他在曼联一直发挥得很好，还有帕尔默、菲尔福登，这些人才是主导比赛走向的球员。好，但是斯科尔斯后面这段话呀，老 K 也不赞同，因为这些人过去在索斯盖特手下也踢过，我们已经看了8年，可大家都知道索斯盖特的比赛内容和图赫尔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真相只有一个，无论用哪个英格兰球员，最后都是这样的局面，都是控不住球，没有办法打出像西班牙、像罗德里、佩德里那样的足球内容，而每一次总是马后炮，没有意义。所以英格兰队骨子里面确实很像是欧洲的中国队，要想真正完全的改变这种 DNA， 没有那么容易，短短14年就够了，远远不够。甚至到现在英超的球员里面，英格兰本土的球员控球技术相对来说确实都不太够。曼城过去最好的是罗德里、比席尔瓦、大卫席尔瓦，所以足球这件事呀，想要拿到英超联赛的冠军没有那么难，过去莱斯特城也曾经做到过，但要能够像瓜迪奥拉那样每年都能用极致的控球踢法稳居联赛前2，而且还拿到大量的联赛冠军，这才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只有一直坚持下去，能够在联赛中打造出像巴塞罗那那样的队伍和青训的梯队，才能够慢慢改变一个国家的足球 DNA， 没有那么简单。至于现在巴塞罗那和拉玛西亚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曼城的青训虽有大幅进步，但距离拉玛西亚差得还太远。好，回到比赛，法国对英格兰，法国的胜率大概 64%， 英格兰最终的胜率大概 36%。 这一场由于双方都会大幅的轮换，咱们就很难预测首发阵容和战术打法。我们今天专门聚焦曼城中后卫马克格伊，他这次在淘汰之后极度失望，赛后没有用官方的套话敷衍，而是直接炮轰了战术本身。格伊说，我们1-0领先之后，球队似乎就只想守住这个比分，但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感到极度沮丧，我们本应该继续前进，继续向前施压，然而感觉就像是我们一进球，整个教练组和球队的心理就变成了退回去，要防守。而格伊这一段发言在赛后引发了英国媒体的疯狂转发，许多评论员像鲁尼、阿兰希勒都纷纷公开站队支持格伊。而本赛季在格伊到了曼城之后，他的核心位置是左中卫，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在曼城的传控中展现出无缝融入顶级的出球能力和极高的防守稳定性。格伊虽然是右脚球员，但他2只脚踢球的均衡能力都非常出色。一个右脚球员在4后卫体系中出任左中卫，完美的填补了格瓦迪奥尔和鲁本迪亚斯受伤期间的空缺，而且瓜迪奥拉直接将他确定为球队后场组织的核心之一。数据方面的对比非常夸张，
格伊在水晶宫期间场均传球 53.2 次，可到了曼城，在瓜迪奥拉的麾下无缝插入，这个数据飙升到了场均 86.5 次传球。所以在曼城队，他已经是仅次于罗德里的第2传球点，他承担了罗德里的许多重任。加盟后，格伊一个人就占了曼城全队 14.91% 的总传球量，传球成功率更是高达恐怖的 94%， 而且他还有在弱侧的长传调度能力。当对手对曼城进行局部高压逼抢的时候，格伊往往能够利用自己精湛的左右脚的长传，直接调动防线，精准地找到远端的边后卫或者前锋哈兰德，直接打破对方的前场逼抢。而且在他英超登场的15场比赛中，奉献了7次零封，一共只丢了12个球。他现在和胡桑诺夫组成了曼城极具活力而且默契十足的年轻中后卫搭档。这2个人的稳健发挥，甚至在赛季末期让伤愈复出的原本的主力中后卫鲁本迪亚斯不得不坐在替补席上。在赛季结束后，格伊接受采访，透露了在瓜迪奥拉麾下踢球的感受。他说：“我刚来的第1周，甚至到现在，我的脑袋都还在疯狂的旋转。说实话，瓜迪奥拉对战术细节的要求太不可思议了。你只有在每场比赛结束后回看录像，你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教练赛前的通盘战术考虑和过程的设计是如此的精准和完美。”而总的来说，格伊在曼城已经证明自己可以驾驭世界上对中后卫要求最严苛的传控体系，所以格伊在英格兰队的主力位置是无可撼动的。那么作为中后卫，格伊的身高只有1.82米，偏矮，但他却有着非常特殊的家庭环境，尤其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格伊是在2000年出生在科特迪瓦，1岁的时候随父母移民到了伦敦南部的刘易舍姆。他的父亲约翰·格伊是当地一所教堂的牧师。而在像这样的黑人移民家庭里，信仰和学业永远排在第一位，足球只能算消遣。小时候因为父亲要主持教堂的活动，所以每个周末格伊必须去教堂。他当时在教堂里负责打鼓，这也导致童年时期的周日是绝对不能参加任何足球训练和比赛的。不过格伊长大后表示自己完全理解当时父母的决定，正是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让他始终保持谦逊。6岁的时候，格伊加入了当地的克雷流浪者青训。当时他的启蒙教练总是鼓励他：“马克·格伊，往前冲啊，去享受进球的感觉呀！”但是小时候的格伊却非常固执地回答：“不，我是个后卫，我要留在后面。”那么他们全家因为是科特迪瓦的背景当时都非常的崇拜德罗巴。可小时候的格伊在切尔西青训营的时候，却专门为巴西中后卫迪亚哥·席尔瓦做过一次 PPT 的演讲报告。从小是将中后卫迪亚哥·席尔瓦作为自己防守的标杆和偶像。7岁的时候，格伊被切尔西的球探发掘，进入了著名的科巴姆青训营。他从来不恶意犯规，只是靠自己冷静的头脑和身体赢下对抗。从小就是青年队的队长。但即使表现如此优异，父母却依然对足球不那么感冒。每一次格伊带着赢球的喜悦回家，父母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今天你的作业写完了吗？你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正是这种对学习的死命令，反而培养了他极高的自律性。另外，格伊是成长在伦敦南部的 Grove Park 街区，这里充满了市井气息，治安也不好，但是遍布着伦敦标志性的铁笼足球场。正是这样充满着街头足球而且略显粗糙的环境，反而让格伊从小就比同龄人更加早熟，也更加警觉，这也极大地帮助了他作为中后卫的阅读比赛的能力。那么还早在克雷流浪者的青训营的时候，格伊就非常守时，他是全队公认最准时的孩子，这完全归功于他的父亲。身为牧师的父亲时间观念极强，每次训练和比赛都会雷打不动，提前开车把他送到现场，从不迟到。这样的高度自律和守时的习惯，让格伊在后来进入竞争更加激烈的切尔西科巴姆青训营的时候，迅速赢得了所有教练的信任。不过格伊自己对足球最重要的回忆，仍然是5岁的时候在克雷流浪者青训穿的那身耀眼的亮橙色的球衣。他带着克雷流浪者队的梯队赢下的童年第一个奖杯的场景，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另外，除了足球，他童年时期最痴迷的就是 WWE 世界职业摔跤比赛。他小时候还曾经认真的梦想过，如果自己有一天不踢足球了，就要去当一名 WWE 的职业摔跤手。但是他那种温和礼貌的性格，最终让他安安稳稳留在了足球场上。由于父母非常重视他的学习，从来没有指望他以后靠足球吃饭，一直到他10几岁，已经在切尔西青年队成为核心了，还屡屡的跳级，父母才猛然意识到，哦，原来我儿子踢球好像还真挺厉害的，
以后能当成一份职业。而在切尔西科巴姆青训营，格伊和比他小将近3岁的穆夏拉建立过非常深厚的友谊。穆夏拉虽然出生在德国，但他7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到了英国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这里距离格伊的刘易舍姆街区很近，而且同样都是铁笼足球的发源地。相同的成长背景，比较接近的地域，这2个同样带有非洲裔移民背景、低调内敛的孩子一见如故。在切尔西青年队，格伊比穆夏拉大将近3岁，而因为成熟稳重的性格，格伊在每个年龄段几乎都是队长。于是当瘦弱腼腆的穆夏拉刚刚进入切尔西更高年龄段的梯队，格伊作为队长，场上场下都充当了老大哥的角色。格伊后来还回忆过穆夏拉刚来训练的时候就像个小男孩，但格伊惊奇地发现，这个平时不爱说话的安分的孩子，一上了球场就能用恐怖的带球把所有人都过个遍。格伊非常欣赏穆夏拉的才华，在训练中经常给他保护和鼓励。而后来2个人一起到了英格兰青年国家队 U15， 因为当时的穆夏拉小时候很坚定地代表英格兰青年队出赛，格伊作为后防的核心，穆夏拉作为前场的核心，2个人一前一后，无数次的跨国青年锦标赛并肩战斗，他俩升华出非常牢固的私人友谊。现在一个在德甲拜仁慕尼黑已经成长为世界级巨星，而格伊也转回英超的曼城，成为英格兰国家队绝对主力中后卫。但他们从切尔西科巴姆青训营建立起来的感情，至今仍然是足坛的一段佳话。另外，咱们格伊在英超成名以后，拿到了数万英镑的周薪，但依然长期选择和父母以及3个妹妹一起，就挤在伦敦南部的老房子里住在一起，并且在家里没有任何球星的特权，必须照常分担家务。这是由于父母核心的价值观起了作用。儿子虽然已经年薪100万了，但根深蒂固拥有着非洲移民家庭的价值观。在典型的非洲传统家庭观念里面，无论你在外面赚多少钱，有多大的名望，只要回到家里，永远只是父母的孩子，只是妹妹们的哥哥。格伊的父母不希望金钱破坏家庭原本纯粹的内部长幼秩序和家庭的凝聚力，因为父母2个过去刚刚来英国呀，就做过各种清洁工作来维持生计。刚来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而格伊自己也提到过，职业足球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膨胀的泡沫世界，年轻球员很容易在豪车豪宅和赞美声中迷失自己。于是父母们继续让他留在家里洗碗、倒垃圾、打扫卫生，做一些琐碎的家务，这同时也是一种刻意的心理保护。前一天晚上，格伊还在英超赛场上面对数万名观众迎风对手，第2天早上却必须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刷碗。这种巨大的反差能让他的双脚死死地踩在地面上，不至于飘飘然。格伊坦言，家里人根本就不把他当球星看，甚至还会在家里嘲笑他，开他的玩笑。他在家里的外号叫马克叔叔，这就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烟火气的角色。在家里他可不是什么英格兰国脚。还有，作为牧师家庭，格伊家永远奉行一条铁律，信仰和家庭第一，足球只能排在后面。全家都认为格伊现在能够拿到高薪，还有如今的成就，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伟大，而只是上帝的恩赐。既然是恩赐，就应该保持感恩和敬畏，而不是用来追求奢华和享受。格伊自己极度认同这一点，他说过，家庭和信仰是我的基石，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能真正做回自己。而父亲、母亲和妹妹们为我付出过太多，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回报他们。我最珍惜的就是每天和家人在一起开开玩笑，吃爆米花，虚度时光的日子。另外，在格伊12岁以前，他的家庭几乎不对足球做任何妥协，时间管理上的强逻辑非常的简单和直接。首先，做礼拜优先，周日早上是父亲要主持礼拜，全家必须全员到齐的神圣的时间。格伊在教堂里还要担任鼓手呢，所以就必须放弃周日的所有比赛去教堂。格伊童年的启蒙教练曾经对此非常惋惜，但父母的态度非常坚决，信仰永远高于足球。但后来当格伊去了切尔西的科巴姆青训营，教练组意识到他的巨大潜力，开始和他的牧师父亲进行深度沟通。到了12岁左右，全家终于达成了一种军事化妥协后的时间管理模式。上午风雨无阻依然是去教堂礼拜，身穿正装，格伊全神贯注地完成全套礼拜的仪式和祷告。而中午礼拜一旦结束，父亲立刻发动汽车，载着格伊在伦敦的公路上飞驰，赶往切尔西的比赛场地。格伊自己必须在后座上立刻脱下礼拜的正装，换上切尔西的球衣，穿好球鞋，穿好护腿板。所以往往在下午比赛开哨前的几分钟，格伊刚刚精确到分钟，压哨冲进球场，完成热身并登场比赛。
不过有一点，格伊的父亲永远表明自己的态度信仰高于娱乐，所以他将儿子送到赛场后会直接离开，或者坐在车子里面不去看比赛。他是用这种身体力行的方式告诉年轻的格伊，我可以支持你的梦想，但你的足球不是这个家庭的中心，上帝才是。于是这种心理管理，格伊从小就没有产生任何优越感。即使现在因为踢英超联赛，周日已经不可能再去教堂，但格伊仍然会在赛前、赛后，甚至中场休息的时候，一个人心里默诵着圣经和祷告。对他来说，现在的足球场就是践行信仰的另一个教堂。2024年11月底，当时正值英超联赛1年1度的宣传支持 LGBTQ+ 群体，是一个彩虹鞋带的活动。可作为水晶宫队长的格伊，在佩戴彩虹队长袖标的时候，连续2次用黑色的记号笔手写了基督教的标语。这个行为当时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第一次对着纽卡斯尔的联赛，格伊在彩虹袖标上用手写了 I love Jesus， 我爱耶稣。而比赛刚结束，英足总就立刻联系了他和水晶宫俱乐部，严厉提醒他违反了英足总关于装备广告的 A4 法规。这个法规明确禁止在球衣、球鞋或队长袖标等任何装备上展示政治、宗教或个人的标语。可令人震惊的是，在接到官方警告后仅仅3天，第2次对阵伊普斯维奇，格伊再次戴上了彩虹袖标，并固执地用黑笔写下了类似的宗教标语 Jesus love you， 耶稣爱你。这种公开无视警告的行为通过电视转播画面流出，在英国足坛当时引爆了巨大的争议。而部分批评者认为，格伊故意在象征支持 LGBTQ+ 的彩虹袖标上覆盖手写宗教的标语，这带有一定的对抗和排斥情绪。巧合的是，当时伊普斯维奇的队长萨姆莫尔西因为是穆斯林，因为伊斯兰的信仰，选择完全不戴彩虹袖标，而格伊的做法则被看作是一种折中但带有宣示性的举动。格伊本人倒是非常的坦然和坚定，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写的完全是关于真理、爱和包容的信息，没有任何恶意，没有伤害他人的意图。他明确地说，我100%相信我写下的每一个字，我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我余生都会坚守它。而格伊那位当牧师的父亲极力地为儿子辩护，愤怒地质问英足总，格伊伤害谁了吗？并没有啊。英足总在英格兰比赛的时候，乐意让全场唱包含有神和宗教的天佑舞王，足总杯决赛也会唱宗教的圣歌与我同住，可他们却要指责我儿子表达信仰，这有什么道理？当时电视评论员们和媒体一度猜测格伊可能面临长期的禁赛或者重罚，但英足总最后采取了非常审慎和平息事态的态度，最终决定不进行正式的禁赛，也不进行罚款，但仅仅是第2次向水晶宫俱乐部重申了相关的球衣装备纪律。不过随着那2轮彩虹鞋带宣传周的结束，队长们又重新带回了普通的袖标，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宗教争议风波才逐渐平息。可我们却已经见识到了格伊在他温和的外表下那强硬的风骨。另外，格伊当时加盟的切尔西青训2008级梯队是被称为黄金一代。他8岁的时候进去，那个队伍后来出了许多大放异彩的球星，包括里斯詹姆斯还有加拉格尔。在那张经典的2008届少年梯队8岁少年的合照当中，当时小时候的里斯詹姆斯胖乎乎的，而加拉格尔留着一头乱糟糟的长发。每个人到现在10几年都已经外貌大变，唯独只有坐在正中间的格伊，从小就是那副少年老成、眉头紧锁的严肃的队长的模样，表情和成年之后几乎一模一样。小时候的教练就曾经说有时候在车上格伊就和同龄的小伙伴一样，一个简单的小笑话就能逗得他在后座上咯咯的傻笑个不停。但神奇的是，只要车子开进了科巴姆基地，格伊的双脚一旦踏上草坪，他的笑声会瞬间消失，立刻变身全队最靠谱、眼神最坚定的中后卫。所以教练们私下里都称他为变脸大师。后来格伊渐渐的长大，被切尔西外租到英冠的斯旺西练级了18个月，表现极为出色。当他租借结束以后返回切尔西，当时的主教练兰帕德甚至很少直接找他沟通，于是俱乐部只打算继续将他租借出去。可这时候平时温和礼貌的格伊对这件事展现出惊人的果断，他直接约见了切尔西教练组，明确表态，我不会再接受任何租借，我要成为一支球队真正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让我上场，请让我转会吧。
最终切尔西只好以1800万英镑的价格将他卖给了水晶宫。而刚到水晶宫，当时的主教练维埃拉和教练组原本计划给他10场比赛的时间来适应英超，结果仅仅踢到第2场比赛，维埃拉已经被他完全征服，直接取消了观察期，将他确立为后防绝对核心，并且直言有些转会是1秒钟都不需要犹豫的，格伊就是这样。2025年5月足总杯决赛，格伊作为队长表现完美，带领着平民球队水晶宫爆冷击败了曼城，夺得了水晶宫俱乐部历史上第1座大赛事的冠军奖杯。随后还率队点球大战击败利物浦，捧起了社区盾杯。这2场决赛让他的身价飙升到欧洲顶级。正是由于这样统治级的表现，今年1月的冬窗，瓜迪奥拉的曼城以重金将他招至麾下，签下了一份到2031年的长约。不过冷知识啊，由于英格兰的联赛杯做出了规则修改，允许转会的球员代表新的球队继续参赛，可是格伊的转会偏偏就卡在曼城对阵纽卡斯尔联第1回合之后，那是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点。这导致格伊神奇地成为了全英超唯一一个不符合参赛资格的特殊球员。后来瓜迪奥拉在媒体面前疯狂吐槽规则不公，但也无济于事。好的，对这届英格兰和格伊来说，世界杯几乎已经结束，只剩1场季军赛，让我们期待曼城和格伊和新的主教练马赫雷斯。好，今天的重磅新闻，拜仁的奥里塞已经决定加盟皇马，已经向姆巴佩和楚阿梅尼打听情况。现在对这一点他已经丝毫不再掩饰。过去这几周在法国国家队，拜仁的中后卫于帕梅卡诺一直在积极的游说，希望说服奥里塞继续留在拜仁，并且拜仁慕尼黑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球员已经下了决心，而且皇马也希望完成这笔交易。老佛爷从上赛季到现在完全是奥里塞的粉丝，他认为奥里塞拥有创造力、技术、能力，还能够带来激情，完美的符合皇马的要求。特别是奥里塞和姆巴佩之间出色的技术配合，这是一个真正银河战舰级别的球员。目前足坛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球员并不多啊。还有从经济层面来看，皇马有能力完成奥里塞的转会。今年夏天，皇马已经通过球员出售以及2次转会分成的收入，获得 1.38 亿欧元。另外，维尼修斯的合同将在明年6月到期，但他至今没有完成续约。如果巴西人的薪资要求过高，或者无法接受老佛爷提出的条件，那皇马并不排除出售维尼修斯。而对奥里塞，皇马愿意支付2到 2.5 亿欧元的转会费吗？奥里塞现在非常清楚这笔转会的难度，但决心已经十分明确。皇马的态度也很明确，非常的尊重拜仁，只有拜仁愿意放人才会采取行动。拜仁和奥里塞的合同有效期到2029年，当中没有解约条款，所以拜仁现在希望延长他的合同，通过涨薪能将奥里塞的未来长期绑定在拜仁。这一场转会大戏才刚刚开始。另一边，法国队阿森纳的中后卫萨里巴被确诊为背部骨折，其实他从世界杯开赛前就已经伤了，一直是靠止痛药坚持比赛。在半决赛对西班牙进行到第30分钟，他终于倒下。他当时说：“我的背撑不住了。”遗憾的是，最终球员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已经被确诊为背部骨折。这阿森纳的球员也是真硬汉，伤成这样还死拼，还撑到了半决赛。但接下来要休养多久暂时未知，他的伤情或许会改变本怀特的未来，阿森纳可能放弃出售本怀特的计划。另外，维拉队的后卫孔萨已经成为阿森纳新的目标。还有阿森纳今天4000万欧元签下了希腊边锋措利斯，这位24岁的左边锋年薪将达到300万欧元。他擅长内切射门、持球突破和边路传中，技术全面，适配性也强。上赛季52场各项赛事，22个进球，29个助攻，斩获了比利时甲级联赛的 MVP 和助攻王。措利斯的加盟能够填补特罗萨德离队后的边路空缺，可以丰富球队进攻体系。好，利物浦这边，索波斯洛伊已经和利物浦续约到了2031年。上赛季虽然利物浦成绩大幅度下滑，但索博的表现极为刚猛，有口皆碑呀。还有阿斯顿维拉的英格兰国脚摩根·罗杰斯，关于他的转会，阿森纳正在和维拉进行直接谈判，双方高层保持着持续的沟通，而且整个氛围非常积极，整体进展非常顺利。罗杰斯这个23岁的进攻型中场，老 K 是非常喜欢的。他也已经明确告诉维拉自己想去阿森纳，就看最后的转会费到底能到多少。好，另一方面，关于小蜘蛛阿尔瓦雷斯想去巴塞罗那这件事情仍然没有进展。马竞的总监再次表态，拒绝卖小蜘蛛阿尔瓦雷斯是没有限期的，
，2亿欧元也不卖。世界杯即使结束，老 K 足球新闻将一直在这里。相信我，新赛季的英超5大联赛和欧冠将更加精彩。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点赞、评论、热推、分享，感谢您订阅，咱们明天再见。